报！有一队人马正在接近我们。什么人？多少人马？大约30多人，皆着轻甲，配长刀。其间有一辆马车，上有旗帜，写着一个“风”字。天晓云境风家，来的可是风玉寒？马车中人是谁尚不得知。驾马车的人是苏白衣的2个同党，一个身形魁梧，配长刀；一个外表俊秀，拿着一把扇子。竟是如此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谢玉良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在此扎营，以恶魔城的实力，挡不住这么多的高手。但是恶魔城本是一座军城，易守难攻。若他们执意不出城，那么能和外面的这些人耗上不少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。你是说，趁机突破境界？那日如圣先生送我符苏扇，你在天晓云境又得到家主大风刀，你我功力便是一日千里。现在我们都是扶摇境了，那么恶魔城大战之日，我们说不定就到天涯境了。天晓云境暂且不去理会，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对付恶魔城，抓住苏白衣，拿回他身上的上半卷秘籍。我龙某人可以给大家一个承诺，各位都可以看那秘籍，而守宫者可以看10天。东方兄，在笑什么？恕我直言，清明院首座还给不起这个承诺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大多数都是各家的家主，当年围龙之盟时，和各家家主坐在一起的可是苏寒。有意思。龙首座确实给不起这个承诺。若是加上我身后的白楼主，够不够这个承诺？好，我便信上林天公一言。白吉乐那家伙是不是认为我一心要杀莫问，就能任由你们驱使，甚至羞辱？龙首座言重了，白楼主并无此意。哼，白吉乐为何还不到？等楼主伤愈，自会前来。谁打伤了他？楼主之前曾和学宫如圣有过一战。如圣，他下山了。如圣当年受了伤，可道君没有。学宫和天师府的关系密切。你是说，若道君来此，我便不会再留。龙先生的话，我会带给楼主。道君，道君，道君，你还是去看看吧，他都等了3天了。一群蠢货，为了武术打打杀杀，打吧打吧，全都打死了才好。我反正不管。我的弟子们都在哪儿？我不能不管。你是不想活了？多活2天不好吗？你现在连路都走不动，还在这里和我装什么爱徒心切？要不，你走一趟？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要脸，徒弟就没了。苏白衣，苏白衣。又是你！是我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神，而你是神留在人间的道理。疯子！我一定是太累了，所以每次做梦才会梦到你。苏白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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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姐在找我，我怎么才能出去啊？这是你的梦境，
不是我的。不管了。苏白衣，苏白衣，做梦了？也不算是噩梦，至少风景挺好的，沧海星河，仙岛云雾。就是有个疯子，老和我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和你说什么了？上次说自己是什么瀛洲来客，这次又说自己是神是仙什么的。你见过他吗？没啊，从来没见过。啊，对了，我怎么又睡着了？喝杯水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是被下毒了。这恶魔城果然没有什么好东西，才吃第一顿饭就给我下毒。师姐，咱们走吧。南宫姑娘，苏公子，请进。城主邀请你们过去一起吃早饭。哼，吃饭下毒。你家城主的待客之道真是特别。我已经和南宫姑娘道过歉了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六扇门做什么？是哪个混蛋对我下的毒？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。是我，恶魔城9恶第7席，燕小棠。是你？算了，我不打残疾人。放肆！你这人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得在你身上取一些血。你说什么？师姐，走还是留啊？去见莫城主吧。来了。今日这早饭没下药吧？没呢，你看我不正吃着吗？那给我吧。南宫姑娘，昨天的故事我才只说了一半，剩下的那一半，你想不想听啊？当然。什么故事啊？关于瀛洲来客的故事。瀛洲来客？你见过他？那个疯子？你能窥探我的梦？不对呀，谢看花说他从未和你说过。他长得什么样？长得很精致，精致到甚至有些分不清男女，也看不出年纪，像是很年轻，年轻的和我一般大，又像是很老，老到看尽了几百年的沧桑。没错了，就是他。他是谁？他是瀛洲的主人，吕玄冰，是我见过最可怕的人。吕玄冰？我从未听说过呀。师姐，你听说过吗？我昨日也是第一次听到。故事的前半段就劳烦南宫姑娘替我说一遍吧。好。没想到你也有失手的时候。卢胜先生愿意为了他们舍命一搏，是我大意了。我听说龙老头带人去围城了。虽然他和莫问有血海深仇，但要杀莫问还不够。放心，若真有那个时候，我会再次下山。恶魔城曾是君城，易守难攻。我现在没有太多的耐心了。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过攻城，他们会自己出城来的。为何？因为当围龙山落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上林天宫的叛徒谢看花将会被处决。这个消息
我已经派人传往恶魔城了，大约7日之后就能到吧。谢看花曾经也是我们的朋友，是公主你的朋友，不是我的。我没有朋友。你说他求什么？这么乱，能求什么？他求的便是混乱。啥？天门圣宗当年竟然是来帮助围龙之盟的，那为什么最后会满门被灭，还落得一个魔宗的称呼？当年瀛州来客被击退，苏寒战死，仙山消失于南海之滨，仙人书落在南宫云火的身上。上林天宫代公主宁倾城问他要，但是南宫云火并没有给。就因为这个，就要杀人家满门？怎会如此简单？应战瀛州那一役，让宁倾城看到了天门圣宗的强大。若再加上那仙人书，上林天宫，怕是再也难以坐稳天下第一的位置。那为什么天门圣宗不愿意把秘籍拿出来？难道真是我舅舅他有私心吗？南宫云火说，上林天宫中有叛徒。宁倾城。宁倾城。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如此。为什么南宫云火不把秘籍毁了呢？这样的话，也不至于最终被讨伐。因为瀛州来客只是离开了，他们自称不久以后就会回来，而等到那个时候，没有了苏寒、如胜和道君，也再难全力以战。我们靠什么再打一次呢？修炼仙人书，或许是一个办法。天下间只有一人知晓全部。谁？谢看花，谢看花，我来看你了。没大没小的，叫我楼主。你已经不是楼主了，戒律堂3堂会审，你如今是勾结魔教盗取至宝的大叛徒，马上就要被杀了。围龙山落下今年第1场雪之时，行律院不都是一帮冥顽不灵的老和尚吗？怎么杀人挑日子都变得这么唯美了？白极乐今日带了整个浮生醉梦楼的弟子前来堵门，首座若是再不肯定你的罪，行律院就没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最近上林天宫会有大动，我身为行律院本代最优秀的弟子，当然被召回了。你再下趟山，去见一下我的徒弟和女儿，告诉他们，这个消息是假的。什么意思？你等我给你找件信物。你担心你的徒弟会来救你？带上这个，和他说，师父没事，师父自有脱身之法。你能不能正常点？晨晨，小时候我把你从清明院带出来的，晨晨。出家人只有法号，没有小名，这不就是一个称呼吗？一个出家人怎么还看不开这些？哼，是你太多事看不开才对。等以后我们救回师父，打败宁倾城，定要上林天宫给天下一个交代。苏白衣，你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啊？宁倾城一直都是上林天宫代公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南宫姑娘知道吗？那是因为上林天宫是依托于围龙山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帮派，围龙山属于苏家。原则上来说，上林天宫的大公主便是苏家的家主。你姓什么？我姓苏啊。哪个苏？啊！你才是围龙山苏家的家主，上林天宫名正言顺的大公主。可是上林天宫的人就围在外面，对我虎视眈眈。因为你没办法证明你的身份。滴血验亲，把宁倾城打趴下。你说，若虚那小子要我去恶魔城？是的。恶魔城有什么值得我去的吗？大哥说，仙人书此刻就在恶魔城中。废！只有废物才会想着依靠那秘籍一步登天。那我去？不，我去。当年天武榜
我位列第4，第1的宁青城，直到今日都不曾出关。还有那些个不肯入天武榜的高手，道君、儒圣、白极乐，谁能说我就一定能胜过他们？亭主的意思是，仙人书什么的我不要，但这天下第1，我要定了。无影，他不是断了吗？当年是被斩断了，我以这一方池塘豢养，花了整整10年时间，已将它修复如初。那便拜请叔父出枪。